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测这个题目呢是，有一天你在做梦的时候，突然你梦到那个梦是回到小时候，然后你需要去帮忙打扫，不管是打扫户外啊，还是打扫教室啊，还是哪里，这个时候呢，你眼前有5个东西，你直觉你最想要扫的是哪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其实比较像是杂草，然后这个是比较像树枝，这是第2个。第3个就有点像是被踩到的花瓣啊，或者是掉落的花瓣，这个比较像是有很多沙子啊、泥土的。那这个比较像是可能有人打翻饮料啊，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它流了之后呢，有点浓稠，或者是卡在地上。你现在凭你的直觉选一个你最想扫的东西。选好了吗？因为是在梦中，所以你扫完之后呢，你就跟你朋友就想说去附近晃一晃呢，你就晃到学校后面的花园。因为刚下过雨，所以泥土呢有点湿湿的。这个时候呢，你就看了一下泥土，结果你就发现了有这几个脚印。你直觉你发现的脚印是哪一个？一样就是从这边有1、2、3、4、5、6，有6个脚印。你直觉你在花园，然后看到刚下过雨湿湿的泥土上，你看到的是哪一个奇怪的脚印？那今天的图呢就这2张，然后呢这个题目其实第1个题目他在问的是说，你跟你前任的缘分，因为这个题目其实是有网友在网络上留言说他想要知道关于复合的问题，但是因为关于复合或者是做决定的问题，我觉得回归根本就是，毕竟还是要当事人我们自己拥有选择权，所以，这个题目呢，它就会是说，用我们比较客观的角度让你去判断，或者是给你当参考，想说你目前跟他的状况。所以这个题目在问的是第1个这个图，他在问的是你跟前任的缘分。如果你选到的是第1个这个就是杂草或者是草的话，其实你跟前任的缘分还不错，甚至你们可能一度是论及婚嫁，然后可能有想说要结婚，或者是有要更长久规划，可能想说房子要头期款啊，或者是车子的车贷，还是关于小孩的教育基金什么，其实你们都有那个规划跟想法。但是有时候可能其中一方他想要结婚，但是另外一方还没有这个念头，他可能觉得你还不错，但是当他还没有这个强烈的念头的时候，他未必会实际上去现在就跟你有一个结论给你，或者是有一个跟你定下一个类似你们有确定说要这么做，可能你们期限也没有定，或者是一方觉得该定了，另外一方觉得还不想定下来，所以其实你跟前任的缘分还不错。但是这张牌应该说这个图呢，它也有一个暗示是说，你的前任他可能已经有论及婚嫁的人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在想的是你的前任的话，你可以透过可能你的好朋友或者是其他方式去知道大概你的前任他可能现在有想要结婚定下来的念头，但是那个人是不是你可能需要再思考或者是观察一下。那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树枝的话，基本上你跟前任的缘分现在是已经暂时结束了，因为其实你们2方都觉得疲惫，不管是相处或者是吵架，还是最后分手的过程跟理由，你们都觉得很累，因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你们都已经不想再去太深入的去了解或者是回顾当初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有时候太累的时候就会想要放下一切，然后也不想要再花心力去探索到底当初的事情，
所以目前你跟你前任的缘分呢是属于暂时休眠状态。那如果你是选到这个很像花朵或被踩到的花的话，代表你跟前任的缘分可能是有点在争吵或者是不开心的状态结束的，所以很难说你跟他的缘分，因为结束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开心的话，之后遇见或者是后来有想起对方要怎么继续下去的时候，那个回忆可能不是那么美好。当回忆不是那么美好的时候，你会想要再继续跟对方有接触或者是下一步的发展的时候，你会比较困难，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再回复回去或者是复合回去，那个结果不一定是你要的，你会怕，或者是对方也会怕说最后你们还是在吵架，还是在怀疑对方是不是有劈腿，还是在想说对方的坏习惯有没有改。所以你目前跟对前任是有缘分，但是你们的缘分比较是建立在不好的印象里面，所以如果现在你贸然或者是他贸然的想要回头的话，发展也不一定是好的。那如果你是选到这个像沙子或者是泥土的这个的话，代表你跟前任的缘分其实应该是结束了，原因是因为你们有了非常强烈的争执跟争吵，或者是已经有点是在竞争而不是真的在谈感情，彼此都很不开心。比如说对方可能让你觉得好像有羞辱到你，觉得他指责你的不是，让你很不开心，然后你也不甘示弱的想要找机会去报复他。所以这段感情搞到最后很像是在比较说到底谁是对的，然后谁比较占上风，然后谁赢了谁又报复谁。所以其实你跟对方的缘分是结束了，就是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你们可能会有更激烈的动作跟争吵出现，所以可以思考一下跟他之间的相处是不是也影响到你之后的感情模式。那如果是选到最后一个的话，其实你跟前任心里面有时候会想起对方，但是呢你们又会觉得去找他好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见面吗？我们有需要见面吗？也就是说你们都彼此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好，或者是对方可能也不会理自己，是一种比较不确定跟没有太大的自信的状态。那其实你跟前任心里面如果有在想对方的话，代表你们其实是有缘分，但是这个缘分呢需要有人主动去做一个动作，比如说谁开始主动联系谁，或者是透过朋友打招呼，或者是透过朋友在一个聚会里面再见到一面。所以如果你心里面是希望跟前任可以解释清楚，或者是有想要试探看看的话，建议你是可以透过其他人或者是公开的一个聚会场合，然后很自然的跟对方接触，去了解前任他现在对你的想法，是朋友呢，还是已经像是陌生人，或者是他不是很想跟你有接触，还是他对你也有好奇，也想知道你现在过得如何，对他的想法。所以建议你是用比较公开或者是一些公众场合去跟你的前任有接触，如果你希望跟对方有联络的话。那如果你是选刚刚这个题目，再说如果你在学校的后花园，然后泥土上你看到直觉哪一个脚印，很奇怪的脚印是出现在你的眼前，这个题目在问的其实是你放不下对方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是选到这个脚印的话，代表你放不下对方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你们的不管背景、想法、理念都非常的合，但是有时候这些想法、背景、理念或者是价值观，所谓的门当户对很合、很适合、很同一个阶层，它未必代表你跟他的个性很合。所以在你的头脑里面会打结的原因，就是你觉得就世俗的层面来看，你跟他实在是什么条件都非常吻合，怎么会最后是分手？所以
这种你自己跟自己打架，然后也会跟外面的长辈的想法打架，长辈也会觉得你们明明门当户对，怎么最后会分手？你朋友也觉得说，你们不是看起来都很配很好嘛，就是可能郎才女貌啊，然后互相对方都觉得，你们看起来就是大家都觉得应该会继续走下去，或者是不该那么快结束，可是其实你心里面很清楚，表面上看起来的所有世俗条件并不能等同于你跟他的心里面真的有感觉，因为感觉他不能用头脑去衡量，但是当你用头脑去衡量世俗的条件跟你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会自己跟自己打架，你会走不出来，所以你会放不下对方的原因是觉得你们明明条件那么的合，但是怎么会分手，这一点你是有点过不去的。那如果你选到这个脚印的话，代表你会放不下对方的原因是因为你在这段感情中拥有了主导权，你可以去掌握这一切，比如说你可以决定要怎么样跟他对应，然后他送你礼物的时候你是开心不开心，然后你是比较占上风的那一个，也就是你在这段感情里面拥有主导权，所以你觉得有点眷恋那种拥有所有掌控权，比如说你可以规定他几点之前一定要回家，你可以规定他一天至少要打一通电话给你，你可以规定他什么时候应该要出现在你面前，他没有出现或迟到你就会生气，你是拥有掌控权的那个人，所以你放不下对方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掌控欲没办法在这个时候得到满足，你想要掌控一个人一段关系的发展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有一个人让你掌控，你会放不下，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回过头来问自己说，到底这样做就是放不下对方是因为爱他喜欢他，还是你只是没办法放下你的掌控欲跟占有欲？那如果你是选到这个脚印的话，代表你放不下对方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你受到伤害了，而且那个伤害很可能是有第三者介入，你会觉得你输了，好像被抢夺一个人或者是什么东西重要的东西被抢走了，所以你到现在都还是不喜欢那种输跟失败的感觉，那个感觉就会一直在你心里，你会想说，要是当初我怎么样，对方就不会这样背叛我，或者是如果我再努力一点，或者是如果我不要距离对方那么远，或者是如果我再敏感一点再体贴一点，会不会当初的结局就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你放不下对方原因是因为你心里面的不甘心去主导了这一切。那建议你是思考一下，你是喜欢还是觉得输的感觉很痛苦？那如果是选到这个脚印的话，代表你会放不下对方的原因是因为你其实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呢你会觉得拥有那么多人爱慕我，怎么会有一个人最后是选择离开我，或者是我们是以失败收场，你没办法接受这种结局，所以你放不下对方的原因有一部分是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个珍贵的东西，但是你却没有那么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喜欢哪一类型的人，需要的是什么，你不确定你需要的是一个体贴你的人，还是需要一个稳重的人，还是需要一个幽默的人，还是需要一个会陪伴你的人，这些其实你都不是很确定，可是你享受那种被很多人簇拥着，被很多人喜爱着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目前放不下对方的原因，其实你自己也需要问一下自己说，到底你真正需要你适合你的人是哪一类型的人，或许这个问题会比较重要。如果你选到的是这个脚印的话，代表你会放不下对方的原因是某一部分你们是被迫分开，比如说对方需要去很远的国家上班工作，所以他现在必须要离开你，或是他之前就已经离开你了，或者是你自己因为家里面的原因，或者是你有想要出国去做一些事业，或者是想要念书，导致你必须毅然决然的就离开这个国家，所以你要去别的国家，跟他的距离就变远了，或者是你们的想法差太多了，一个人喜欢稳定，一个人喜欢到处跑，所以想要到处跑的那个人就毅然决然要离开了，所以你放不下对方的原因是有一部分你觉得你们的分开跟分手是被迫的，是因为外在环境，比如有谁叫你们分开，有哪个环境的关系，或者是哪一个家族因素的原因导致你们被迫一定要离开彼此，所以这一点会让你很过不去，你会觉得当初要是环境没有这么样子的逼迫人的话，你们是不会有分手或者是分开的状况的。
那如果你选到最后这个脚印的话，代表你会放不下对方的原因是因为你很喜欢你跟他依偎在一起那种互相体贴，然后彼此依靠，然后你知道我不喜欢什么，我不喜欢吃什么，然后我懂你为什么会难过，你不讲话就代表你生气，这种小小的，然后一般人不懂，可是你们彼此都可以理解的小事情跟体贴的地方，是你觉得最放不下对方的原因，因为很少有人可以像他一样那么懂你，你不讲话，他就可以知道你现在不需要人家吵，或者是你现在什么话都不想讲，只想睡觉，他可以你不说一句话就懂你，你也可以他不说一句话你就懂他，所以你觉得世界上很难再找到有一个人可以跟你那么互相依靠，然后什么话不用讲就可以心念相通，你觉得这个人是很难得的，所以某一方面你会放不下对方的原因是因为他跟你太能够心意相通了。那以上就是跟大家一起今天测的这个题目，就是关于像第一题是你跟前任的缘分，第二题是你会放不下对方的原因，希望这些题目呢可以对大家有帮助。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咯，谢谢大家。